们不是第一次骑车进山里，也不是第一次在雨后的路上找一条不存在地图上的秘境，但这一次，在南投清流，我们为一段没完成的旅途再次上路。老梅秘境、阿冷坑、芙蓉谷，每一处风景都有旧路的影子，每一个弯道都有人等着我们一起骑过去。请将车。今年1月，我去了一趟北港溪。那天没什么特别约其他人，只是单纯想骑车透透气。途中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车友，他说他在找一条林道，一个在影片里出现过的秘境，地图上找不到，只有人提过，说他可能藏在阿冷坑的某个角落。我就跟着他出发，一路上倒了2次车，身体非常疲惫。最后我们没有找到，只剩下一身泥泞，还有没说出口的失望。2个月后，他传信息给我，说那条路他找到了，老梅秘境就在清流部落的最深处。但是他这阵子有事，没办法再走一趟。我看着他传来的照片，
突然想起以前一起骑过山路的几个老朋友，我们和鲁特哥一起跑过台东，穿越过越野，也在风里沉默过很长一段路。所以这一次，换我来问他们，要不要再走一次？不是为了找到什么风景，而是为了那一段我们还没走完的路。好久不见，会冷刚奇怪会冷。真的吗？因为有凉凉的，对吧？哦。可是到这里就好热。因为我刚干了一件蠢事。什么？我就出发的时候发现我觉得我背后凉凉。没有带背包。我背包整包在瞎。跟我一样，我连钱都没有带。然后我想说，没有背一个胸包，其实也是什么两米的就。对，他找钱没带钱。对啊，我有时候今天，反正又没差。我1月有去探路啦，可是他是在我要去的那个路继续直走，就我跟另外一个先左转，所以我们去阿冷坑。啊？可以。更简单。那个岔路有一段距离，里面多长我不知道，因为上次跟我去的那个他自己他自己再去第2次，然后他说他找到了。他说到底好像可以，不知道可以接到哪，可是中间有个倒木。我就想看今天跨过去吗？好，去探险吧。等一下我开一下。我车停那边。好。因为我刚从那边过来。应该往那边走吧。等一下应该可以从我那边走。这样子直接倒会不会到啊？不知道，你不是走过，没关系，你就倒这里啊，就再看路况就好了。对。到了你就知道怎么走了。没错。对。都往没有柏油路那边走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哪个地方没有柏油路，就是往哪里走。对。我们先出发。走路况。走啊！这也太帅了。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23年，那一次再见之后，就隔了1年半。这段时间有很多话本来想说，后来也就放着没说。比如问一句：最近好不好？有没有去哪里骑车？有没有看到谁的新影片？还是又在忙什么？有时候不是不想说，只是觉得等到见面的时候再说。只是这一等，就过了1年半。这次再见，大家骑在我身后，风声有点大，彼此没有怎么聊天，但我知道很多话就藏在那句“最近还好吗”的那句话里。我们从郭姓出发，沿着台21线一路骑，车队拉得不远也不近，像是一种默契，没人催赶，也没人落单，就这样骑过稻田，转进林边，穿过雾气还没散的山脚，一路往清流部落的方向前去。太阳没很热，风是凉的。我在车上想，这次要找的秘境在哪里，不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这次我们是一起骑车的。
先停一下。没有，上次我到这里，对，我跟那个到这里之后，我们都是他是这里要继续直走，然后我就往这里走，去到一个很刺激的地方。啊，我们等一下那边如果空不过去嘛，回来如果要原路折返，你们考虑一下。这一条的话，应该我们3台车没问题，我不知道 Monkey 可不可以。啊，它水洗沟比较大。是啊，就是对，可是因为那个我就是在那里倒车啊，倒2次在那边，因为它的那个凹洞很大。哦，水洗沟。对啊，有一个草丛啊，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，我就骑就直接吐出去，然后一下去就山坡，差点下去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倒车的时候还把车拖出来，因为我车子已经进去了。哦。等下到那个他传给我坐标的位置大概2公里。中间会有土路啊，所以我在想，等下到土路前，我会先把手机收起来，然后就一直直走，因为我怕那时候在那里差点车飞出去。也没有啊，是那边比较不稳，那边就是水洗沟太多了。这边比较简单这样。这边因为我没去过了，他是跟我说就是不知道几 K 过后有土路了，所以不确定安不安全。如果等一下那个倒木过不去啊，我们就在坐在倒木上吃午餐，休息一下好了，把它当椅子。上次我们去那个宜兰啊，也有人骑 Monkey， 他把 Monkey 改成那个越野胎，哦，然后那个也是我们行程唯一一台有爆胎的。越野胎爆胎不简单呢。他中钉了。哦，他说我没看到钉子多大，去的时候反正大家在处理，他说这么长的钉子，唯一一台中钉的 Monkey， 然后他中越野胎。哇靠，喝水。对啊，通常一过去就把它甩走啦，怎么会插进去对很低耶？然后他还把大家所有的补胎全部用在他身上。哇，帅爆了！好，走吧 ，OK 了。好，出发哦。其实聊这么多，只是想让自己的心情安静一点。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倒了2次车，那2次摔得不重，但摔得很深，是那种会让你怀疑自己的深，也会让你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那个画面。所以我在这个岔路口讲的特别的多，讲地形，讲路况，讲该怎么走，该怎么走，讲给他们听。也有一半是讲给自己听的。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，准备一下，然后出发。这一段没来过，一开始是水泥铺装的路面，还算平缓，但后来开始出现陡上的之字弯，转得急，陡得急。CRF 用2档轻轻松松往上爬，引擎声听起来很稳，稳得让我以为好像我也没那么怕了。哦，等他们一下，因为我刚发现这里有点陡。没有路啊！我知道。要继续走吗？他说没路，再骑一小段看看。途中遇到几位当地人，他们停下来看着我们的车，语气也不急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前面没有路喽。”我点点头，没有说什么，但心里有句话闪了一下：路的尽头，对我们来说才刚开始。我们继续往上骑，轮胎碾过碎石、草根、还没干的泥水。那段路像一个问号。这时候，我们终于走到水泥路面的尽头。那应该在这里。哎呦，应该
开在这里哦。这是这里嘛？对，它坐标是往这边没错。对。我收一下手机。没关系。我觉得前面很刺激。对啊。我有点怕，带路的自己怕了。不能说，既然来了就要完成。你不是先探路了？没有，探路探到那边而已。哦，就刚刚那个岔路，刚那岔路左转。没关系，不用怕。刚那个岔路上去差不多都是这样。对。哦，可以了。可以啊，先拍个照纪念一下。剩下还笑得出来。趁现在还笑得出来，我觉得等一下我笑不出来。没错，我现在有点花容失色，感觉有点可怕哎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地还好啦。没有，先处理一下倒木跟石头，等下让路比较好走一点。好吧，出发了吗？好 ，OK。感觉你们好像都不怕哎。啊？为什么你感觉你们都不怕的感觉？因为要骑就要完成啊。这不是 RV 吗？对啊，这不是阿斌你选的路线，我们都依你。对。我本来要一个人来，后来发现还好，我没有一个人来。不要一个人来，这样一起玩才好玩。我一个人来好像有点恐怖哦。一个人来就不会骑了。哎，对，不要贴紧。哎，叹气中。OK 了吗？走喽。有车有车，靠背。你过得去吗？对，你们去哪里？我们要到底。没有路了。我知道那里不是有那个什么老梅树吗？啊，就到那里。对，我到那边就而已，就要回头了。被一个公寮。哦，到公寮而已。哎，到公进去一点点，里面只有那边梅子树岛，你就不要进去了。就一个岛树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，就那里。我们就到那边就好了，然后休息就回来。好，你从哪里过来？哦，台中而已。谢谢谢谢。好。啊，4号山有没有上去？那边的4号山呢？哪里？有没有从部落有一条路还没到河流这边往右边上去那个？你说刚刚有个右边下去那里哦？就是我们这个下去不是有一个桥吗？哎，下去以后已经过了一个梅子园，有一个左手边要往上去，那个是水泥路。哦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下去柏油路嘛。对。然后下去过了桥，然后这150公尺往左边，那个可以到4号山，那个比较漂亮。阿冷坑那边对不对？不是阿冷坑，4号山呐。哎，你就从你从那边水泥路嘛。哎，水泥，可是上面就跟这个一样。哦。过了一个有在种那个节瓜，那边还都种节瓜。哦。种节瓜完毕，那个全部都是这种路。好。哎，你慢慢上去。好 ，OK。那边比较刺激一点。这边比较刺激哦。啊。这边比较刺激。对，那边也一样。哦。他那边你上去的路还更远。哦。这边就到那个公园，你就不要再进去了，因为有那个梅子岛了。倒下去你就不要那个，因为你倒下去你根本也没办法那个上去啊。OK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慢慢开，注意安全。
完在地人的一段话，他说除了这条，还有另一条，它叫做4号山。这条越野路更长，也更刺激。还说那条有比较高的展望，风景很好。只是现在进去对我们来说可能还太早。我回来后查了一下Google地图，看到有一个叫做松树山，那附近的确有一条看起来很像林道的路，没有照片，也没有街景，或许就是他说的那条。这种地方就是这样，没有人给你答案，你只能记在心里。等哪天心里又痒了，再找时间回来看看。那一段话留在脑子里没有多久，我突然看见一片树影在前方晃动，那是我记忆里的画面，影片里出现过的那片传说中的老梅树林。我到了，我先在公寮前起火，把手套摘下来，深呼吸了一下空气里的湿度。这地方很安静，静到我有点舍不得讲话。我站在那里拍张照片，等着队友慢慢上来。到公寮了，对，等下公寮停一下。倒了吗？几米嘞？啊，来绑东西啊。看他车子比较重。哦，他100，那台160几还170几？哦，我记得那台200哎。我才200啊。可以吧？把它记录这一神圣的一刻。上次我们今天来是晴天呢。上次那群人拍影片那个来啊，不是我那一次，是我看到影片的那一个，他来的时候是雨天呢。这里下雨。对，毛毛雨。他们来的那时候是毛毛雨，然后这样骑到底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倒木。他们在这公寮躲雨穿雨衣。有点重啦，可是我不知道过不过得去啊。Monkey 应该很困难，你可以过来看，它有点空间。它这里有一个悬空啊，那如果硬过的话，可以从这里，因为这里有被磨过的痕迹。哦，这个过不去啊。里面我刚看里面更漂亮，它里面有一条路基，应该是以前的人骑的路。怎样？难道你开凿了一条新道路吗？150我觉得没问题。150一定没问题啊。它可以从这里钻进去。也是可以的，只是可能之后会很难回。我在想，如果我里面再进不去，可能会不好回来而已。对，因为可能全部都是这种。你们还要再挑战吗？还是先休息一下？我们在那棵倒木前讨论了一下，那条路看起来不是每台车都能走。我跟骑 KTM 390的朋友最后决定不再硬闯。CRF 150比较轻，他想去尝试。
我则是拿起 DJI Neo， 让它飞进那片老梅树林。你要先往上，再往上一点。从空中俯瞰，这片园区不大，大约500公尺左右，弯弯绕绕地藏在山谷里。同行的车友一路骑到最深处，到那种人还能过，但车不行的地方。我们的车停在路的尽头，再往前就不是车能走的路了，所以我用 DJI Neo 飞进去看看。树叶很密，光线从缝隙落下，像是被藏在森林里的碎影片，闪一下就没了。朋友脱下手套，走进树林，一步一步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人催赶。我拍到他们从路口走进树林深处，穿过落叶铺成的小径，直到人影快被绿色涂抹的那一刻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DJI Neo 从上面慢慢滑过，像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这条无名的山径，这片静得出奇的树林，还有人和他留在这里的一点点痕迹。但 DJI Neo 只能飞10分钟，所以我们也只能看这么多，然后轻轻地转头折返，像是在说我们不打扰，有一天会再来。有些地方不一定要抵达，有些风景知道它在哪里就已经够了，没看到的就留给下一次。只是记住了这片森林在阳光下的样子，静静的，亮亮的，像是某种等待很久的安静，刚好被我们遇见。我们后来回到公寮前，坐着休息，聊聊天。这地方很奇怪，奇怪的舒服。明明是大太阳，却一点也不热，没有蚊虫，风是凉的，空气像刚洗过一样干净。最难得的是静，不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的空，而是静，像是这个地方很久没有人来，他已经不太习惯声音了。我们就这样坐着，谁也没特别催时间，聊着自己的车，最近看的影片，也聊着自己什么时候又想再来一趟。等我们回过神来，已经是下午1点半，我们准备离开这个没有招牌也没有名字的地方。我心里其实还有点想往更里面走，但路况不允许，车也不能再过去了。有时候会想，是不是曾经有某个人真的走到这更深处？是不是那里还藏着另一个还没被发现的秘境？但这些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现在我们要前往下一段没完成的路——阿冷坑。那是我1月倒过车的地方。这次我想再去一次，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。
来吧，歇一回。虽然感觉好像都在走走停，不过等一下路会真的比较难啊。你走哪一个？这里，现在看起来很平啊，等一下就不平了。等一下，因为我想要帮他换电池。坑欠是我来过，所以这次刷在介绍。对我来说，这对修的是底自己的空。不计上一比今天更整条路滑，刷得很闷，酸紧，没人注意，但我自己清楚。这我会怕而已。你不要怕，你是这团长哎，你开团的。知名都要录到哦。对，你要录他那个哦，经典画面，片头。对，我片头很多导歌的。片头直接骗人。对，片头导歌骗人导歌，全部我导歌。我记得上一次来，天气比今天更差，整条路很湿滑，也刷了一次，刷得很闷，摔得安静，没什么人注意，但我自己记得很清楚。今天的天气好得很多，阳光透过林间的空隙，地面虽然还是湿的，但至少能看清楚。但也因为前几次的大雨，这次路况比上一次还更乱一点，坑坑巴巴，像是记忆里那段不太想提起的回忆。不过这一次我没有那么辛苦，上一次同行的车友节奏很快，我一路在后头追得有点喘，有点勉强。那种速度不是我自己的节奏，但这次同行的车友骑得刚好，不快不慢，一个弯一段碎石，大家都刚刚好。我终于可以照着自己的步调走，不用急着追，也不用停下来喘。我开始觉得，也许很多时候我不是骑不过去，我只是还没找到跟我节奏一样的人。等一下到那个快到，现在这条就是支线了嘛，等一下会到一个岔路，那个岔路我看木可他们从阿冷坑的底的某一个地方，从那里一骑就直接从那里出来，他直接掠过阿冷坑，可是因为它中间砍掉了，他有稍微拍一下中间那一段，有点难骑，都是土，可是像刚刚那样子，很像刚刚那样子，都是土，然后很多丛林。他们都是骑 CF150，然后这样一出来就是我倒车那个地方那里，没有我倒车那个地方的，对，就那个地方而已，就一小段而已，就跟我倒车差一小段，走路可以到那种。好，出发。其实最让我恐惧的不是路好不好走，而是这一条看起来没什么，但会让人摔倒的路。它是一路往上的陡坡。1月来的时候，满是深深的水洗沟。那时候每看一眼，心里就紧绷一点。但这次再来，却不太一样。地面已经被整理过了，倒木清掉了，杂草也被砍过了，像是有人帮我们准备好了一样。原本我以为会很难，结果几个转弯，几次油门我就过了。那一瞬间有一点讶异，也有一点庆幸，原来有些难是自己留在心里的。
啊？哦，怎么今天那么快？哦，那时候骑得好痛苦哦。你倒车在哪里？那边啊，后面啊？刚后面那一段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岔路这里。对。我第二段倒车在那边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往那里。你要再面对一次。啊，这里就是我讲的那个。沿路探索它的倒车的这个点，是不是？对，倒车的点。倒车点在那边，然后另外一个在这。啊不，这没有倒车了，直接这里出去，左转会到刚刚我讲的那个很远那个山。对。那个我没去过，可是我大概知道是往那边。哦，所以这边是到那个山。很像啊。我看影片，他们有从这里出来，他们在这边，然后有右转上去，然后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右边是阿冷坑，所以马上左转，到那座山绕了一圈之后再回到这边，再从这里下去，再到梅园，然后梅园再一直骑到底之后到五峰坑出去。对，梅园骑到底好像会从五峰坑出去。对，好，所以这边是到阿冷坑，那边右转阿冷坑主线。他们那时候先从阿冷坑，就是那个清流派出所上去嘛，直接走一路阿冷坑主线到底之后，出来有一个岔路，一个左一个右，左边是死路，往右之后我看他们一路从这里出来，我不知道骑多久。哦，所以这边也是，对，这边会接到阿冷坑主线，可是我没有骑过。再来就是我不知道的路了，这边呢，要走这边也是可以。等一下，所以这边到阿冷坑，这边也到阿冷坑。因为你看哦，这边右转进去是阿冷坑，所以阿冷坑在这个方向啊，所以这里一定就是阿冷坑，我猜的啦。因为 Google 地图看不出来。对啊，要不然就是走这里嘛。我没走过啊，再来就是我不知道。没关系啊。好，走吧。我们到阿冷坑了。这边下来就是刚刚那里右转这样下来。好吧，那就直走了。我们在林道边稍微聊了一下，就决定直接进去阿冷坑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里只是普通的林道，没什么技术难度，也没太多障碍。但我知道这里的路不简单，这里的土很松软，轮胎抓不太住，这里的水洗沟很深，一个闪神可能就陷进去了。这里的山坡又长又陡，骑得稳比骑得快更重要。而且，就算连着几天出太阳，这条林道里还是会有积水、泥泞，有些地方阳光是照不进来的。我们慢慢骑了20分钟，来到最难的陡上坡。再往里面走，林道开始不一样了，一路都是上坡，斜得很，长得也很，有些坡还带着湿泥。一眼看去让人犹豫，到底要不要上？但骑上去之后才知道，这里的难不是突然的落差，而是每一次加油门时，你得稳住身体，稳住心。轮胎在泥滑了一下，又勉强地抓回了地。就这样一点一点往上爬，像是在爬出自己心里的一段遗憾。路边没有风景，只有树、倒木和一点阳光。但你知道自己快到了，终点就在面前，不是因为有什么指标，而是你的直觉告诉你，这段路快要结束了。也许不是终点，只是这段挑战的句点。
看，刚刚犹豫了好久。刚我刚刚想说，那个树我过得去吗？可以啦，拜托。好了，到终点了。压力耶，对不对？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失望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这边超漂亮的，这很漂亮，这也超漂亮。没有，我说刚刚倒车那里，我一直怕的要死，就这。就这。你们会不会觉得就这？就心里那一道坎而已。哎，这是我来第3次，我觉得这一次路况最好。对，上次还蛮差的。这里也是我上次停下来的地方有那么多坡吗？前面还有一小段路，但车子过不去，所以这次我决定让 DJI Neo 再飞一次，看看那条路我从来没有真正走完的路，到底通往哪里？这个是我们在对。车子走不到的地方，我让 DJI Neo 去看看。这里是阿冷坑更深、更近的一段，林道越来越窄，地面铺满了叶子，像是很久没人来过，也像是这里本来就不打算让人太容易走进来。我从画面上看到阳光穿过高大的木麻黄，一道一道地落在地上，没有声音。也没有风，只有时间。这条路没有方向标，也没有终点牌，它就这样弯进山里，弯进阴影深处，弯进我们没有人到得了的地方。我不是来征服什么的，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技术，我只是想知道，那次我倒车回头没走完的那段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结果它是这样的。一片寂静的森林，有阳光，有倒木，有还没干的泥，还有几棵弯得很低的老树，像是等了很多年还没人走过。Neo在空中盘旋了一会，我没有让它飞太远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因为有些地方你飞得进去，却走不过去。而我现在知道，就算只是看过，也已经足够。你可以帮我吗？用你那一招。不是、啊，我说他刚刚直接这样甩过来，他刚刚直接用转的。我说，你可以帮我转吗？哦，可以啊，这可以转啊。那你可以帮我转吗？不然你就那个啊，滑胎啊。等我，等我，稍待，没关系。我好了。然后我有在录，我把这段剪进去。好了，你也可以帮我啊。好累啊！等一下，他包一下。啊，好，走了。走了。现在时间还早，我带着车友们前往芙蓉谷瀑布。那是一个不太需要导航就能找到的地方。小心啊！这很滑，这会滑哦。走中间，这个沟我挖出来的。
没事没事没事。小事小事，小事小事。还好还好，还好我有穿车靴。对，车靴就还好。对。好滑。那要买糖食吗？你说鲁特的、有啊。那为什么都不吃？哦，等一下，我想讲，可以解释，没有讲出来，反正鲁特也不会看嘛。啊，鲁特，那个他说请看，看看，看几分钟。鲁特看到下方留言，因为拿去给我家狗当棉被。睡这么好，我家狗穿鲁特的衣服。是吧？今天水算多，还有阳光，对，这阳光这样打过来。上次我来都阴天，对，我之前来是阴天。所以我们今天谁是 Sunny Boy 还是 Sunny Girl？ 我跟我朋友来都是下雨。水声从远方传来，我们顺着声音往里面走。那这一段比较陡啊，等下到那边就平了。哎，你们去过力行吗？啊，你知道力行有一个合欢溪步道？合欢溪啊，哎，骑越野车进去。对，现在只能走路那个。对，以前可以偷偷骑越野车进去。你知道他那个鲁特他们也有去吗？然后我就走他那一段，有一段像这样子那么斜，更陡，他是这样子有点垂直，很陡。我就这样子跟着他走那一段下去，坐在溪边，然后吃个东西，喝个饮料。结果后来那天去年6月的时候，我再去一次，然后一样跟我朋友走那边下去，然后又上来，之后想说，哎，既然都来了，那我们往里面走一点好了。然后往里面走一点之后嘞，你就看到一个很平坦的像这样子的路，然后你就想说，那我们刚刚下去干嘛？然后瀑布更漂亮，那里叫什么水帘洞哦，就是再下去一个水帘洞，然后就这样子很平，然后你也不用爬，你就这样走进去而已，然后被影片骗了。然后因为那时候鲁特懒了，就走到那边就算了，就到这里就好了。什么就哈哥讲那里去啊，下次有点遗憾，下次再来。有点遗憾，下次再来。妈的，狗屁！不要唬了。哎，这有人录影哦。木炭，这是木炭吧？好像是石头哎。啊，那个也是。哎，有这么脆弱？哦，石头而已。嘿，一踢就碎了。这个太靠近水边了，这露营有点恐怖。等一下，这石头也太脆了吧？哎呦，对啊，你看，哦，这个就可以拿来胸口碎大石。对，来表演胸口碎大石。可以。对，试试看真功夫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怎么不算？好痛哦！你怎么那个没有？等一下，怎么哭啊？好痛哦！他以为是这个，直接再靠下去会碎。被骗了。那颗超骗的。啊，在骗。站在石头上，吹着山里的风，聊着很久没见的生活、车子和最近看的影片，没有急着要去哪里。那一刻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却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，像是骑车之外，我们也默默找回了某种陪伴的样子。
后来我们决定去吃晚餐。没特别挑，就选了附近一间梅园私房客家餐厅。餐厅外有老梅树，风吹过时会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们把波比哥照片放在这。那先放在瓶子里。你看，我找一下。这样会不会拍不到？有他的照片。这样拍得到吗？黑掉了。有这样，他有拍到吗？这是我防窥片。我怕防窥片太黑。超黑了。你就直接让圆圆，然后标记它。好。我们坐在长桌边，点了一桌菜，一边吃一边聊，气氛很简单，但也很真实。其实我原本有打算把重机都卖掉。面对越来越不友善的交通环境，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再热爱骑车。对啊。然后教材要记得。教材。你的那个摄影教材。哦，要记得带啊。对啊。背后空空的。走吧。拜拜。OK。这是难得局，还好好玩啊。对吧？都被我吓到，哪里会倒，这里会倒，就没有一个倒。经过了。没了啊，就这。我觉得你们心里就这，你就找车。拜拜。对。但这趟和车友的旅程改变了我的想法。然后走一走，原来一起骑车是这么好玩。原来就算会倒车、会迷路，只要有人一起，这些都不可怕。我以为自己对骑车失去热忱，但其实让我累的是外面那个越来越让人难以信任的世界。不是车让我疲惫，是那个不断消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大环境。但至少今天我记得，只要还有人愿意并肩而行，这条路就不会失去它的光芒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边缘人，我们下次见。